在汉传佛教的寺院里，韦陀菩萨的塑像几乎随处可见，他身姿挺拔，静静伫立在那里，散发着一种独特而庄重的气息。或许很多人在游览寺院时，只是匆匆一瞥，却未曾深入探寻这尊塑像背后那跨越千年、丰富而精彩的故事。时光回溯到古老的印度，在婆罗门教的神话体系中，有一位令人敬畏的战神，名叫赛犍陀。他的模样极为独特，6颗头颅犹如夜空中闪耀的星辰，各自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每一颗头颅都仿佛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能洞悉世间万物的奥秘。12只手臂粗壮有力，仿佛能撑起一片天空。这些手臂或紧握武器，或结着神秘的手印，彰显着他作为战神的无上威严。赛犍陀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势，他手持的弓箭，弓身由神秘的材质打造而成，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那利剑犹如寒夜中的流星，尖锐的箭头闪烁着寒光。而他的坐骑，一只美丽而又充满力量的孔雀，更是为他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孔雀那五彩斑斓的羽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犹如一幅绚丽的画卷。当他巨大的扇形尾羽展开时，与赛犍陀的勇猛形成了一种奇妙而和谐的组合。这孔雀仿佛是大自然赋予他的神圣伙伴，陪伴他在古印度神话的战场上纵横驰骋，无往不胜。在婆罗门教的传说中，每当邪恶势力肆虐人间，赛犍陀便会骑着他的孔雀，如同一道闪电般降临战场，所到之处，敌人纷纷倒下。他的英勇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百姓们对他充满了敬畏与崇拜，将他视为守护正义的希望之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在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佛教如同一个包容万象的大海，吸纳融合了众多其他宗教的元素。在这个过程中，赛犍陀这位威风凛凛的战神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转变。他从婆罗门教的战神摇身一变，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称号——韦陀天。韦陀天的职责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曾经，他在战场上奋勇厮杀，以武力征服敌人。如今，他肩负起了护持佛法的神圣使命，成为了佛教修行之地的守护者。随着佛教的传播飘向了世界各地，当韦陀天的形象传入中国，这片拥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土地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就像2种不同颜色的颜料在画布上混合，最终绽放出了独特的光彩。据唐代高僧道宣所著的《道宣律师天人感通传》记载，道宣和尚曾在一个静谧的夜晚做了一个奇异的梦。在梦中，他仿佛置身于一片神秘的仙境之中，云雾缭绕，仙乐飘飘。这时，一位高大威猛的天神缓缓向他走来，这位天神便是韦陀天。韦陀天面容慈祥，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智慧。他对道宣和尚轻声说道：“我乃诸天之子，受佛祖释迦牟尼之命，特来护持南瞻部洲的佛法。”道宣和尚在梦中听闻此言，心中充满了敬畏与感动。这个梦境传说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使得中国人对韦陀天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让韦陀天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更加稳固。自那以后，韦陀天的形象逐渐汉化，他褪去了原本印度风格的服饰和装扮，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古代悍将的模样。从此，韦陀天以这样全新的形象，宛如一位忠诚的佛门保安队长，守护着每一座汉传佛教寺院，成为了中国佛教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走进寺院的天王殿，你的目光一定会被一尊独特的塑像所吸引，那便是韦陀菩萨。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背对笑容可掬的弥勒佛，面朝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弥勒佛那开怀大笑的模样，
仿佛在告诉人们世间的一切烦恼皆可放下，而韦陀菩萨则一脸严肃，眼神坚定，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他守护寺院的决心。韦陀菩萨的造型极具特色，宛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他身着熠熠生辉的黄金锁子甲，那甲胄上的每一个锁子都紧密相连，仿佛是无数颗璀璨的星辰汇聚而成。在阳光的照耀下，甲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头戴威风凛凛的凤翅斗眸盔，盔上的装饰精美绝伦，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工匠的高超技艺。足蹬乌黑发亮的乌云皂履，那鞋子仿佛与他的双脚融为一体，使他走起路来悄无声息，却又充满了力量感。然而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手中那根金刚杵。这根金刚杵可不简单，它不仅仅是一件武器，更是一种象征，蕴含着一套独特的寺院生存指南。在古代，对于云游四方的僧人来说，每一座寺院都是他们旅途中的一个重要驿站，而韦陀菩萨手中金刚杵的姿势，就像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向僧人们传达着这座寺院的接待信息。当你看到韦陀菩萨双手合掌，将金刚杵平放在腕上时，这就意味着这座寺院是十方丛林，是一座大型的、包容的寺院。它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云游僧人挂单。在这里，云游僧人们可以放下旅途的疲惫，安心的住下。寺院会为他们提供免费的食宿，让他们能够潜心修行，与其他僧人交流佛法。僧人们走进这样的寺院，就如同漂泊的船只找到了温暖的港湾，心中充满了感激与安宁。他们可以在宁静的禅房里，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诵读经文，可以在宽敞的庭院中与志同道合的师友探讨佛法的奥秘。相反，如果韦陀菩萨单手握杵，将金刚杵拄在地上，那便是在委婉地传达一个信息：这座寺院规模较小，资源有限，可能无法招待云游僧人免费吃住。僧人们看到这个姿势，便会心领神会，他们不会再次打扰，而是默默地整理行囊，继续踏上寻找下一个挂单寺院的旅程。这种独特的肢体语言，既避免了直接拒绝的尴尬，又维护了寺院的接待准则，不得不让人感叹古人的智慧。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时代，这种无声的交流方式为云游僧人们的修行之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韦陀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犹如夜空中最璀璨的那颗星辰，闪耀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他不仅是现世的护法神，更是被释迦牟尼佛预言将在未来贤劫千佛中最后成佛，号楼至佛。这个预言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在信徒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让他们对韦陀菩萨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与期待。韦陀菩萨的前世是一位名叫法义的太子，在遥远的过去，法义太子与众多兄弟一同发愿弘扬佛法。那是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法义太子和他的兄弟们齐聚在宫殿的庭院中，月光如水，洒在他们的身上，仿佛为他们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衣。法义太子目光坚定地望着天空，对兄弟们说道：吾等既生于此世，当以弘扬佛法为己任，普度众生，让世间充满光明与慈悲。兄弟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然而法义太子却有着更为宏大的心愿，他看着兄弟们，郑重地发誓道：吾誓愿成为秘籍金刚力士，护持千位兄长成佛。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仿佛能穿透时空的界限。为了实现这一誓言，法义太子历经了无数次的轮回转世，在其中的54世中，他化身宰相，在那金碧辉煌的朝堂之上，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谋略辅佐朝政。他就像一位睿智的导师，为君王出谋划策，治理国家。他心系百姓，常常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使得国家繁荣昌盛，
百姓安居乐业。每一次的决策，他都深思熟虑，以百姓的福祉为出发点。他的智慧和品德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在另外的18世中，法义太子成为了将军。战场上，他身披战甲，犹如一只勇猛的雄狮，冲锋陷阵。那战甲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寒光，仿佛是他的守护之光。他带领着士兵们奋勇杀敌，守护着国家的安宁。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的身影总是冲在最前面，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他的英勇无畏让敌人闻风丧胆。每一次战斗，他都毫不退缩，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一世的修行，对于法义太子来说，都是一次艰难的挑战，也是一次宝贵的成长机会。他在这些经历中不断积累功德，磨练心性。每一次的苦难都如同磨刀石，磨砺着他的意志。每一次的善举都如同璀璨的星光，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终于，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法义太子以童真梵行证得菩萨果位，成为了人们熟知的韦陀菩萨。成为韦陀菩萨后，他手持金刚杵，肩负起护持佛法、守护众生的重任。无论是面对邪魔外道的侵扰，还是在佛法传承的关键时刻，韦陀菩萨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他就像一位无畏的勇士，以强大的力量和坚定的信念，捍卫着佛教的尊严和清净。在那黑暗的角落，当邪魔外道试图破坏佛法，扰乱世间安宁时，韦陀菩萨会如同一道闪电般出现。他手中的金刚杵挥舞起来，将邪魔外道打得节节败退。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愤怒，仿佛在向邪恶宣告：佛法圣地，岂容尔等放肆！韦陀菩萨的从护法到成佛的逆袭轨迹，蕴含着深刻的佛教智慧。在佛教的理念中，护法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守护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修行方式。韦陀菩萨通过护持佛法，践行着菩萨的慈悲与智慧。他在护法的过程中，不断地消除自身的烦恼和业障，积累着成佛的资粮。这种护法及修行的理念，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佛教信徒前行的道路。他激励着信徒们，让他们明白，在日常生活中，只要心怀善念，积极护持佛法，便是在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宁静的乡村，只要心中有佛，有对佛法的敬畏和守护之心，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中的韦陀菩萨。在佛教的神圣殿堂之外，韦陀菩萨还在民间传说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传说为他那庄严的形象增添了一抹浪漫与温情的色彩。昙花一现，只为韦陀，这是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住着一位如仙子般美丽的花神。她的笑容如同春日里盛开的花朵，能驱散世间的一切阴霾。在那悠悠岁月里，她爱上了一位勤劳善良的年轻人。年轻人有着健壮的体魄和一颗善良的心。他每天都会来到花园，为花神浇水除草，悉心照料。在平凡的日子里，两颗心渐渐靠近，爱情的种子在他们心间生根发芽。他们一起在花园里漫步，一起欣赏日出日落。然而，这段美好的爱情却触犯了天条。玉帝得知此事后，雷霆震怒，强行将这对恋人拆散。花神被无情地贬为每年只能开放一瞬间的昙花，那短暂的绽放，如同他被禁锢的爱情，稍纵即逝。而年轻人则被送去灵鹫山出家，赐名韦陀，被迫忘却前尘往事，忘却与花神的那段深情。时光悠悠流转，韦陀果真在佛法的修行中渐渐忘却了花神。他每日在灵鹫山上伴着清晨的钟声诵读经文，在静谧的禅房里参禅悟道。他的心中渐渐充满了对佛法的敬畏和追求，
曾经的那段爱情似乎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但花神却始终无法放下心中的眷恋。他对年轻人的思念如同一把永不熄灭的火焰，在心中熊熊燃烧。他知道，每年暮春时分，韦陀总要下山来为佛祖采集朝露监察，于是昙花便选择在那个时候开放。他耗尽1年的精气，只为在那一瞬间与韦陀相见。可是千百年过去了，韦陀一次次下山采集朝露，昙花一次次默默绽放，韦陀却始终没有记起他。直到有一天，一位枯瘦的男子出现，他是玉明氏。玉明氏看着悲伤的花神，眼中充满了怜悯。他走到花神面前，轻声说道：花神，你这又何必呢？执念太深，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花神眼中含泪说道：我对他的爱深入骨髓，怎能轻易放下？玉明氏叹了口气说道：世间万物皆有因果，你们的缘分或许早已注定，但你这般执着也并非没有意义。我用3句话点化你，希望你能放下执念，寻得解脱。说完，玉明氏在花神耳边轻声说了3句话。花神听后，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仿佛明白了什么。最终，玉明氏带着花神去往佛国，而韦陀也终于在那一刻想起了前世姻缘。这段传说以花神对爱情的执着和牺牲，诠释了昙花一现只为韦陀的深情，让人们在感叹爱情的伟大与无奈时，也对韦陀菩萨有了不一样的情感认知。而韦陀菩萨与观音菩萨的故事则充满了趣味和温馨。传说韦陀原本是鲁班的徒弟，生活贫困却心地善良。翌日，观音菩萨路过峨眉山，见百姓过江艰难，江面上波涛汹涌，江水如猛兽般咆哮着，百姓们站在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满脸的无奈和恐惧。观音菩萨心生怜悯，他眉头微皱，眼神中充满了关切。他与老艄公商量化缘修桥，于是一则奇特的告示在嘉陵江畔传开：农历3月13日，江上有美丽少女招婿，未婚男子投掷银锭，打中他身体便可成亲。消息一出，四邻八乡的人们纷纷赶来，富家子弟们穿着华丽的服饰，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脸的傲慢和自信。他们为了抱得美人归，纷纷掏出银锭疯狂投掷，银锭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弧线，落入船舱，却无人能击中少女。此时韦陀刚从外乡干活回来，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身上还带着劳作后的疲惫。他看到江边热闹非凡，也挤进去凑热闹。他一眼便被船上的少女吸引，少女那如仙子般的容貌和温柔的气质，让他心中泛起了涟漪。可他囊中羞涩，仅有1两准备修桥的银子。正在他犹豫之际，一位老者出现。老者看着韦陀，微笑着说道：年轻人，只要你真心喜欢，定能打中。韦陀半信半疑的抬手，那1两银子竟不偏不倚地落入少女怀里。原来少女正是观音菩萨化身，他本想通过这种方式筹集修桥银两，却没想到被韦陀意外击中。观音菩萨无奈之下，只好向韦陀说明真相。韦陀得知眼前的美人是观音菩萨后，虽感惊讶，但对她的爱慕之情却愈发浓烈。他看着观音菩萨，坚定地说道：菩萨，我虽出身贫寒，但我对你的心意是真心实意的，我发誓一定要娶你为妻。此后观音菩萨走到哪里，韦陀就追到哪里。观音菩萨念他一片真心，便将他带回普陀山担任自己的护法神。从此在供奉观音菩萨的地方，总能看到韦陀的身影，人们戏称他们为对面夫妻。这一传说让韦陀菩萨与观音菩萨的关系多了一份民间的趣味和人情味，也展现了韦陀菩萨的执着与深情。韦陀菩萨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佛教寺院的门槛，成为了一种广泛传播的文化符号，渗透在艺术、文学、民俗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佛教艺术领域，
韦陀菩萨是艺术家们钟爱的创作主题。山西平遥双林寺中的韦陀彩塑，堪称国宝级艺术珍品。这尊彩塑中的韦陀菩萨，身姿矫健，肌肉紧绷，眼神坚定威严，仿佛在凝视世间一切邪恶，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他的姿态和表情极为生动，充满动感与力量感，让人不禁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所折服。在绘画艺术中，不同画家也以各自风格诠释韦陀菩萨的形象，用笔墨展现他的庄严与神圣。这些作品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了韦陀菩萨。在文学世界里，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韦护，便是以韦陀菩萨为原型塑造的角色。韦护是道行天尊门下的弟子，手持降魔杵，威风凛凛。他跟随姜子牙伐纣，立下赫赫战功。战斗中，韦护的降魔杵轻如灰草，击中敌人时却重如泰山，让敌人闻风丧胆。小说对韦护的描写，使韦陀菩萨的形象从佛教的神圣世界走进民间文学创作，让更多人熟悉了这位护法神。在现代社会，韦陀菩萨的守护精神被赋予新内涵。在职场文化中，韦陀精神成为积极工作态度的代名词。人们用像韦陀一样靠谱来形容工作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人，如同韦陀菩萨守护寺院。这些人在工作中坚守岗位，为团队目标全力以赴，成为团队中的守护者。这种对韦陀精神的新解读，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让古老文化符号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活力。这位手持金刚杵的佛门保安队长，用千年守护诠释着责任与信仰的力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韦陀精神提醒我们，真正的守护不在于武力威慑，而在于内心对信念的坚持。下次走进寺院，不妨驻足看看这位最接地气的菩萨，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守护力量，从中汲取坚守信念、积极前行的动力。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